博士生你不做一个 J 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可能前一周就得把下一周所有的东西我都给安排好。我这个事情做得不顺利，是不是因为我时间管理不够好？是不是因为我不够自律？我看了时间管理的视频，我就代表会了，我会了。再怎么去研究生产力，它就是一个伪命题。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拌饭，我是第七叶。我是可乐。那今天就邀请了可乐来作为我们拌饭的另一位主持人。那今天我们想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就是时间管理。那因为我们两个的背景呢比较相似，主要是我们这几年都是在就读这个博士生。对。那在这个博士的生涯当中呢，你不做好一点的时间管理，你不做一个 J 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对，好像我们一直都是 J 人，我们俩的 MBTI 好像是一样的。大部分时间是高度重合的，对，而且我们的工作的内容大部分时间是相似的。对，我觉得我其实以前没有那么的 J， 你觉得自己是一直都很 J 吗？本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比较随遇而安，就是那时候有一种，就是我会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然后志愿者活动，然后出去玩，还要做家教，但是我不会做时间管理。那时候更多的时候就是活来了我就做，但是现在不一样一点，就是很多活动或者任务吧，老板给的任务很多时候就比较重要啊，他会给一个期限，对，他会给一个期限，所以你就又想要你的生活上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你的工作上又想要及时的完成，你就必须得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对对对。再往前一点，高考呢？高考那必须得是 J 人吧。就跟现在家长逼着你必须得做 J 人，对啊。因为你是在内地读的中学嘛，对啊，参加了高考。我是在香港，其实也不是说地区的问题，家里面和学校的一个管理方式是什么样的。对。那我的高中就是没有人管我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意识到了，就是只有读书才是像我这样子的背景的人的一个我们这种背景的人的为数不多的出路。对。所以呢，我比较开始有时间管理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准备考香港的这个 DSE 那个时候上网，然后看了一个天涯这个论坛，现在社区嘛，对，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论坛是什么样的，但是当年是有很多老网民他们上网去分享的。那我就看了一个帖子，他讲了一些做手账，然后通过手账去进行一些时间管理，怎么样模块化，然后怎么样去把一个大任务拆分成小任务，然后在每一天去做有一个 to do list， 然后你可以每天完成一个任务就给他打个勾等等一些小技巧。我那时候是16、17岁嘛，然后看了这个帖子之后就大受震撼，就我的 J 人之心被唤醒了。从此就从 J 的路，从此就开始走上 J 路，就去买那个文具嘛，我就很喜欢买文具。然后那个时候买不起那种手账本，好的手账本卖的很贵嘛，几百，那时候哪有钱，就随便买了一个本子空白的，然后就拿尺子跟笔就开始画格子，就自己去设计，对，自己去制作。你的设计之魂那个时候就燃起了。那我学设计那就更早了。我小学就开始用 PPT 去搞这种平面设计了，但然后就是学了这个方法之后，就开始运用在我去准备高考的这个路上。然后这个时候是很 J 的。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其实就跟你比较像了。明白。就那个时候到了大学自由了，然后你每天的课表也不是那种排满的，你反而有了很多的时间去自由的发挥自己的安排，然后也可以去探索一些新的事业，新的爱好。我觉得蛮类似一点，就是高中就是说我得找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方式的去指导我学习。因为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可能就是家长还允许我们买。但是可能只能是固定的时候用，但是我那时候又很想用它嘛，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要下载一个管理时间的 APP， 就是番茄钟，对那种。那番茄钟其实也是我接触时间管理的第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方法。对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任务划分成小块，最小的那个番茄是30分钟，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然后你可能完成了4个小番茄，然后你有个大的番茄可能就是休息15分钟，然后你再进行下一轮。这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当拖延的时候，对，就你觉得有一点东西太多了，你都无从下手的时候，但你一想到我只需要工作25分钟就好了，你这个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你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所以的话，我当时就用这种方式来比如说我写卷子规定多少时间去写完它，因为高考的时候是2小时嘛，就是严格的这种时间限制，就必须让
必须让你在平时的这种训练过程中就培养起你一定要提前多少时间就完成它，然后做检查。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用类似于这种方式去做每一套试卷啊，甚至我会去规划第一天，我们学校首先也会有任务要完成，首先我完成那个之后的话，我会安排自己，比如说一周我要做哪些学科的多少套卷子，对，有 KPI 的，有 KPI 的，每一周都有 KPI 的。我们当时特别怕做那种江苏的卷子，因为特别难，特别难。所以比如说江苏的卷子，我可能就一周就做2-3套，然后其他的时间都做简单一点的，比如说北京卷。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会挑一些简单的卷子来做。为什么呢？调节一下心情，因为比如说你考江苏卷你都不及格，然后你做一下就对，找点自信。这边说一下，我是安徽的考生，对，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比较中间的这种位置，就是要不断的往上往下的这种反复横跳，让自己的心里舒服一点。你觉得你的时间管理在策略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本科的时候的一个我自我感觉是没有什么时间管理的概念在，就是感觉从高中的阶段出来之后就发现，就是完全那种很系统化时间管理的模式不太适合我在大学的时候那种学习氛围，因为那个时候更多是，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在探索我究竟喜欢是什么。我就是我看到有机会的，我感兴趣的，我都会去参加。尤其是当时我甚至没有考虑说我要读研或者读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这些。真的，我当时就想说我4年过去，我都读这么久的书了，我不想读。对，我出来就要工作这种。直到在大3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真的需要去思考我后面我真的要走哪条路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很多朋友去聊，对，你总得找一个方向。当时如果你想要去找一个好的工作，你当时最好的选择去实习了。我当时就想说 OK， 我好像聊了这么多，好像也没有很喜欢工作，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去谁喜欢工作对呀，所以我当时就选择去交流，然后我就选的第一站交流的地方是香港。我没有跟你分享过。你没有跟我讲过吧？对啊，我以为是新加坡没有，我第一个小子藏的挺多的。对，但是那时候我只来了7天，参观了几所大学，就是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嘛，因为当时正好也是我第一次出境，就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教育系统，我会感觉好美好哦。而且你知道，就是游学，就是也不叫游学，就是7天去访问一个学校一样，就每天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大家跟我们展示的是哇，这个学校非常好的一面啊，那肯定啊。对，然后我们也没有去这边的住宿什么地方探索过，不知道这些很艰苦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其实又埋下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一定要出去探索一段，那就是留学嘛。但是我们学院非常遗憾没有跟香港这边高校的那种合作项目，所以我当时就去了新加坡去访交换然后回来就是到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本科的阶段和硕士阶段完全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点嘛，你会不会用不一样的策略？就比如说我在大学的阶段更多是探索我适合的道路。硕士阶段其实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因为我进去之前我就跟我导师，我当时在港大的老师，我就聊好，就是说我们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是不是我感兴趣的。所以在硕士阶段，我觉得我非常的 J， 我觉得比现在还 J。你觉得是导师 push 你的吗？导师逼迫你的吗？因为我跟导师是每周有 meeting，所以导师超级 J 人，对，他超级 J 人。然后就是我当时还是蛮享受这种模式，因为我们当时比如说写 paper 或者出成果就很快。对，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然后每周汇报，老师会给你反馈，你就一直是在一条很清楚的工作时间线上，工作线上，对，你可以看到那个进度是多少。对，有一点很影响到我的，就是说我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我大概就会想到我的研究的产出是什么，这种时间管理的模式就导致我可能前一周就得把下一周所有的东西我都给计划安排好。比如说周5一个固定的时间跟他 meeting， 但是前4天我可能每一天我要完成什么任务，我的工作的效率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对，我都会列得非常清楚。但是当时读了1年之后，我发现好像这个方向也不是我完全喜欢的，因为他当时我更多的工作是在收集数据，然后训练模型，就觉得有一点机械化了。对，有点机械化。然后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后面就是疫情了嘛，然后当时我们又没办法做那个与人的那种实验。其实我本人还是喜欢跟人打交道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导师我们也有聊过，他也感觉出来了。
因为我当时是4年的 PhD， 然后就转成了 MPhil。对，然后你就可以自由的去探索是不是继续再把这个博士的学位完成，对，或者说你也可以有了 MPhil 这个研究型硕士，对，你就可以去找工作。对，我觉得这个蛮好一点，因为我听下来呢，加上我自己对时间管理这4个字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时间管理它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悖论，我们没有办法管理时间的。对啊，因为它是一直在，对，它一直在往前走，你怎么管理它？你叫它回来也不行。对啊，每个人每天也只有24个小时。像是管理自己。对，首先你要把自己就分成很多份，分成我的身体健康，我自己的兴趣所在，对，还有我能做到的事情，我的资源等等等等。然后你再去对每一个资源去进行管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说是管理时间，但其实你还是在管理一件一件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可以时间的跨度非常的大，比如说你在高中的时候，你想到包括你讲的，你大3的时候开始计划未来的职业怎么去走，然后你又会开始有一个新的事情，你要去规划这个3年5年。为什么3年高？什么3年模拟5年高考？反了。哦，3年高考5年模拟吗？哦 ，anyway，就是到时候挑一个正确的吧。挑个正确的剪进去。笑死。对，就是你先确定了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你比较幸运，或者说你自己很好的锻炼了一种能力，就是你在硕士的时候，甚至你在去新加坡交换的时候，你就已经锻炼出来了。我要把一个很长的项目，它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然后你怎么样把它去细化成每一步骤，对，每一年每一季，然后每一个月每一个周每一日，对，然后你有很多的这种检查点，比如说你每周会跟老师去 meeting 开会一次，然后或者你写好了，然后你去提交这个论文给这些编辑，那编辑帮你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检查的点，是，所以你就会把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变成了很细化的不同阶段的任务，对，一个很细化的任务，然后你再给每个任务去配对上你每天的一个时间安排，对，这样子资源的安排是，就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把时间和事情细化成这样子的逻辑，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状态了。对，而且有一个点其实还没有讨论，就是我们探讨这个，比如说这整个时间线可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对，那可能像你有提到一个 checkpoint， 那在某一些阶段，可能我们发现是完全绕不过的坎儿，对吧？那可能你的那个太多，对，那个太多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经验也是，有很多坎没办法跳过去，总会有一些是你没办法掌握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对，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就我自己来看的话，我大学的时候可能跟你也差不多，就是也是在第1年、第2年的时候去探索一件事情。然后我到了大3、大4的时候也是突然觉悟，就我大3、大4和大1、大2中间是隔了1年空缺的。然后我重新回到学校之后呢，我是非常珍惜能够读书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从大3、大4开始，我就会把时间规划的特别的详细。就是我以前是那种你知道设计师嘛，就是不到 deadline 我是不会动的。但是我到了大3、大4的时候，我会早上10点钟起来，我就开始做作业，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 deadline，甚至就是比如说这个作业是这个月底截止，我甚至可能提前1-2个星期。自律的让我可怕，让我觉得可怕，很陌生，对不对？我现在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也很陌生，我是想不到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么的自律。然后后面去分析，比如说读博士的时候经历过一些时候，我是觉得自己相当的不自律的，那我就会去对比，那我曾经是怎么做到这么自律的。明白。我就会觉得说，你的动力还是要源自你自己本身。第1个学期我是因为非常珍惜能够重新回来读书的机会，所以我是很有动力的。有这个目标，对，我要把书读好，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我要去把做好。第1个学期拿了几乎是满绩点，非常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大1、大2的时候我的绩点很低啊，我想了很多办法提上来都提不上来，但是拿到第1次整个学期几乎是满绩点之后，你就更加有动力想要去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基本上比较健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1个星期我要去主持一个工作坊，然后呢我还要完成一个中期的 presentation， 一个中期的这种演示，然后呢我还在同一个星期为我的兼职，我是自由职业的那个插画师嘛，有那个时候对，我1个星期画了4张插画，就是这3件事情是同一个星期完成的，而且我每一件完成的都非常的好。然后我的同学就看到我刚在台上面完成 presentation 下来就拿着 iPad 就开始画画，然后我同学就在旁边说，哇，你是真的能管理时间啊。
就是这个记忆在我心里面就很久，因为我觉得这属于我过往人生中比较高光的一段时间。没有，你的每个时间点都是高光。那肯定。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低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说，我曾经表现过这么好，那我就去分析嘛。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有正反馈，还有就是你当时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相当热爱的。对，你这点我承认。对，就是有时候你时间管理不好的原因是精力，你去管理一个事情，除了你要把它拆分，除了你要把这个项目把它拆分成很细之外，你也要把自己管理好。我觉得时间管理这个词它误导了很多人，他觉得你的重点可能是放在时间上面，或者是这个任务上面。对，但很多人就包括我吧，我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忽视了你其实要管理自己的精力，对，包括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你什么时候去冲刺，你什么时候的去放松，就你总是要有一个这种节奏吧。但是你如果没有把这个节奏完成好的话，你只关注于时间和事情管理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我觉得是本末倒置。对，本末倒置了。对，甚至有时候你就会一直觉得说，我这个事情做的不顺利，是不是因为我时间管理不够好，是不是因为我不够自律？但其实不是。我觉得如果遇见了这样子的事情，你反而应该要停下来想一下，我是不是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对，对，我觉得你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可以让这个话题就是再升华一下，就是我们时间管理其实是有个目的性，目的是为了自我的提升。对，那自我的提升就包括像你说的，就是自我感觉要自我身体上面的、心理层面的，还有个人发展方面的。比如说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只讨论在事业方面需要时间管理，其实比如说你花一些时间你去休闲也是时间管理啊。对啊，就你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就可持续化发展嘛。对啊，你把一只羊往死里薅，那肯定是不对的。你得让它休息一会儿，等这毛长出来了，你再薅它嘛。对，就人也是一样的，你不断的去逼迫自己，那其实有点像自我 PUA 了，其实没有意义。对，你反而说我自己努力的时候努力，休息的时候休息。其实这一次休息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努力，对，下一次努力是为了能更好的休息，你就正向反馈循环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对，我们现在在博士阶段的这个时间管理的措施，可能是更适合我们的，可能我们未来会更好，算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像你说的可持续的这种时间管理的模式，因为我们会把首先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身体健康是我的第一要位的。我觉得你这个很好，对这个觉悟我太迟才想明白了。真的，因为我有跟你分享过，就之前我有一次去查那个医院，我得了轻度脂肪肝，因为我当时我真的吓到了，因为有个事情，咱们才95后，不至于。然后我小的时候一直是很瘦的，就突然有一天，比如家人朋友看到我都说你胖了，然后我当时觉得是开玩笑的，然后直到我去查了，你心还蛮大的，谁要跟你开玩笑？对啊，他说你好胖呀，然后捏我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开玩笑，然后直到我去经历了这个事情，然后我才发现 OK， 我确实是要关注我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的话，我也会觉得就是说，之前特别拼的，比如硕士阶段那种很拼的模式，精神高度紧张的模式，不太适合现在的这种环境。我想要未来的，比如说长久的这种可持续的个人发展，因为才20多岁嘛。正值壮年，正值壮年啊，咱们。没有啊，你是程序员，你35岁之后你就自求多福。我现在是设计师。设计师更惨，我跟你讲，我们这一行更难搞。这样子，好，我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吧？没有，所以我们更需要自我调节。对啊。因为现在我感觉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从生活、学习，还有其他一些培养个人的兴趣爱好方面的时间，我觉得是有很好的协调到的。而且我说实话，就相比较之前，就是我可能是一直在学习的状态啊，但是我现在可能就是偶尔穿插一些，比如说我现在练歌啊，找一些我的那个，你是我唱歌的老师，你是我所有朋友当中我见过课外兴趣最多的吧，最杂的一个。对，然后你知道我的唱歌老师人特别好，他会鼓励我，他说你是我教的最有天赋的学生之一。我觉得很好他就会给我很多情绪价值。对啊，你想想看，对啊，你想想看，你去一个你完全陌生的领域，然后去学习，结果这个老师告诉你有天赋，对，你是不是首先你的情绪价值就拉满了？对。第二，你就会觉得我有退路的，我有退路了，对啊，实在不行，我去卖唱，就说我这么有天赋。
没有，你就不需要在一个事情上死磕了，你就会发现人生有这么多的机会。而且每次比如说我跟他唱完歌之后，然后我回去我都是笑着的，我一路都是笑着，然后我第二天比如说工作，我接下来的工作我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因为我觉得哇生活好美好啊，就不像以前比如说我工作我发现好累啊，所以就一直在抱怨，但是我现在会感谢比如说我的生活好像有很多这种小确小美好在，所以我觉得这种调节这种平衡在我的各个事项上面其实都是有正反馈存在的，就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学习。我觉得你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正反馈这种东西，你如果一直依赖外界去给你提供，那是很难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去创造一些机会去获得正反馈，那你就有源源不断的正反馈可以回来了。你自己去创造这样子一个条件。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沉迷时间管理，就是因为我当时把我事业上面或者学业上面的一些不顺，我认为就是因为我没有管理好时间，走向了一个误区吧，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然后呢，我就会去看很多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学霸他分享自己的时间管理的时间管理的良策。比如说我经常看的那个大神叫 Ali Abdaal， 他是油管上面的一个大 YouTuber 吧，然后呢我就看他很多的这种视频，他是牛津医学院的学生，大学霸来的，他应该只比我们大几岁，但是你想想看已经坐拥油管大几百万的级别的然后我就看了很多他分享的一些技巧，但说实话看完了我都忘了，而且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其实是有点像在哄自己，就觉得说我看了时间管理的视频我就会了，我会了，而且我现在在看也是我管理时间的一部分。你纯粹就只是让自己感觉良好，去学这种时间管理的技巧，让自己的焦虑减少一点，你就感觉说我学会了，我就开始有掌控感了。但其实后面你还是觉得是非常失控的。然后这个 YouTuber 他后面呢就出了一本书，叫 Feel Good Productivity， 然后台湾那边有引进繁体中文的版本，然后他们翻译叫高效原力，但我觉得翻译的没有那么的贴切，因为它英文直译过来应该是感觉良好的生产力。它这本书里面呢，第一章节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要激励自己，要让自己感觉良好，然后你有一个好的这种心态，你才能够去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就 feel good productivity 嘛，你要 feel good， 你要感觉良好，你才能够有 productivity， 有生产力。对，你没有前面两个字，你再怎么去研究生产力，它就是一个伪命题。除了讲开你第一个部分，你要让自己有良好的感觉，你要激励自己。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把自己从拖延的状态中摘出来。这方面的话，你曾经有没有就是遇到拖延？我觉得蛮多的。就尤其是如果你做 researcher 之后，比如说你收到 reviewer 的 comments 那个阶段你是完全不想碰那个东西。对。然后我身边或者我现在是在经历了多次被拒的体验之后吧，我其实是有感觉出来，就是说比如说当下，比如说我收到 comments 之后，就是我可能就不会看，我会给自己比如说1天或者2天的时间去缓冲，然后等我觉得自己足够冷静的情况下，我再去看他们的这些反馈。因为很多时候给你的时候它一定不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比如说给你的是 major revision， 一定没说什么好话，这小子除了 accept 除了接收只要是 revision 基本上都是让你改的嘛，那改的很多时候就说你这东西不行。那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写的这个东西，你又改了很多遍之后，然后他们又在给你这种很消极的 comments 说，你这个东西写的不行，你需要修改什么东西，你这个图做的不好看，然后你这个文字描述不清楚，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就是说 OK 我这个东西明明在前面写了，或者我在后面说了，有很多的情绪，对，我们会有很多情绪在，所以我觉得需要在非常不稳定的状况去看这些 comments，的时候，你应该摘出来，把自己摘出来，去先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觉得你这个思路特别好，因为大部分人他在拖延的时候，我不能说别人吧，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在拖延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负面情绪，然后意识到自己在拖延的时候会责怪自己，说你怎么这么不自律，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出去玩，你不应该休息，我去拖延，你要先接受自己去拖延这个事实，然后去找原因。我拖延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是让自己的这些情绪被消解了之后，然后再去正视这一件可能让我有点抗拒，有一些害怕的事情。所以从你的角度讲，我就觉得你用了一个很积极乐观的
方式，对视角去看拖延这件事情。因为从本质上来讲的话，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完成它。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非常消极的状态下去完成它，反而肯定是差的。对，所以你为了让自己有交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你更应该让自己冷静下来，花一点点时间。这个东西不是说是拖延，这个是帮助你更好的冷静，然后去更好的从事完成这个事项。当然我不是说比如说你的 deadline 是后天，然后你说我拖延到明天的什么时候没有这个不一样。当然是从长期来考虑的话，比如说你需要2个月的时间，你说我今天就开始干，没必要。但我觉得拖延呢，你主要是要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拖延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我自从开始制作拌饭这档播客节目之后，我都是在周末去完成的嘛。现在的一个更新周期大概是2周，所以我会1周去访问，然后另外1周去做后期。然后因为我只在周末做这些事情，我呢每周6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带着对这一天的快乐起床的。对啊，我一想到说今天我要录播客了，或者今天我要剪辑，明天就要发了，你不需要任何的人任何的 deadline 去提醒你。我早上起来我床都不赖，我起来就刷牙，刷完牙就开始，要么就是出发去录制，要么就开始坐在电脑面前剪，一剪就剪一整天，根本没有拖延好讲的，有什么好拖延的？我巴不得早点睡觉，早点起来，早点把这个事情完成。但是一旦到了周1到周5，那这个时间段我是要拿来去推进我的博士的，那真的是每一天起来都要哄着自己，对，今天工作4个小时就好了，今天只要把第1段写完就好了。我觉得会有感同身受的地方在，对，就是尤其是你觉得感兴趣的东西嘛，就像你刚才说的感兴趣的，然后对你有正反馈的东西，跟他相反的就是说你一直遇到挫折的这个方面。对，因为我今天刚好就是论文背句，所以我现在怨气很大。不是你的问题，对，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傻逼傻逼 editor 这句我一定要剪进去。对，是他们的问题。我会有一个想法吧，就是说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之前可能我会归咎为自己，就是一定是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好，但是我现在无论37、21，我一定会说就是肯定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完全不内耗。对，那我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冷静的嘛，因为这么坏的情况发生了，我怎么冷静嘛？所以我就说肯定不是我的问题，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好。然后我过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期限之后，等我稳定下来，我才会去思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对，就是第一时间你不要管37、21，总之先停止攻击自己。对你就一定不要攻击自己，因为你反正都要攻击人嘛，这个时候你属于情绪上头，你攻击谁都好，你不要攻击自己。对，然后你冷静下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可以解决，其实还是他的错，是他的错，但是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的。对，就是没有自己，就是你没必要投他了嘛，类似于这种，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自己也会，就是之前我的经历，比如说发现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之后，一直内疚，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就会陷入到这种死循环里面。对，然后你的工作也完成不好，对，你就一直陷入那种很低迷、很消极的情绪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暂时完全不用管，暂时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不要归咎自己，是非常好的方式。我觉得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自己叫可乐，然后想想就乐出来。对，没有，我大学真的有室友叫我乐子，我们去找乐子。他说真的啊，我以后也要叫你乐子。没有，我觉得就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对，其实你会给自己有一个锚点，就是你比如说你剪视频啊，或者是找人去聊一天的这种播客的内容的时候，你其实都是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这种锚点，让自己开心起来。对。你这样子说法就让这件事情听起来正能量了很多。我一直跟自己形容这件事情是我要自己救自己，没有，就是你不能够，就当你发现你已经在低谷很久，然后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做点什么了。然后就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出去找人聊天，或者我就出去散步，这2个是我实验下来最简单、最快速、最能够让你走出情绪的一个方法。你去散步，你到大自然那里去走一走，有时候是你想明白了，有时候其实就是你身体里面开始分泌一些让你冷静的化学元素了，这样你也可以很好的得到放松。要么你就是去找一些朋友去聊，或者你听我们的播客。对，我觉得你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说
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同时，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阶段。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正向的反馈，或者是说，像我们自己尝试，比如说我就很期待的那个唱歌的课程，比如说我清早的时候我也会去准备，然后我会在宿舍拉一拉下，我就觉得哇，他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然后他自己也会工作，对，我当时说伟大的母亲，伟大的母亲。好，那这期拌饭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把时间留给思考。时间管理的关键不是把日程塞满，而是为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和感受腾出位置。也希望大家可以放下一些可有可无的事，为自己腾出更多呼吸的空间。那我们下期见喽！我是可乐，我是七叶，拜拜，拜拜。